如果没有意外，这应该是今年最火的小车。比亚迪基于一平台 3.0 全新打造出来的 A0 级小车，比亚迪海鸥。那你别看它小啊，它的标准配置可非常的丰富。就比如说，包括侧气帘在内的全车4个安全气囊、ESP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、电子刹车、前后碟刹、10.1英寸自适应旋转屏、智能语音交互、比亚迪云服务、手机蓝牙钥匙、支持苹果的 NFC 车钥匙、外后视镜电加热、一体式运动座椅，标配了直流快充。怎么样？海鸥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些细节方面的设计啊。首先在尺寸上面，这一台车它的车长是超过了3.7米，然后轴距呢是2.5米的样子。因此呢，它这个轴长比是非常大的。你从侧面可以看到4轮4角的一个造型，那看起来就非常的运动。再加上这个设计呢，确实是非常的犀利。就比如说它的大灯，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锐利，以及车身呢又有很多很锋利的线条。那可以说它跟之前的比亚迪的海豚呢，那台车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海豚就比较的柔化一点，那这一台车呢，我觉得显然更适合男性一些。那在这台车的一个颜色方面呢，它是一个全黑的一个配色，然后包括像窗框的这些设计啊，以及车头呢，你都可以看到全黑，有点像黑武士的感觉，所以其实还真的挺酷的。这个叫做极夜黑，我觉得真的挺适合男生的。17555R16的玲珑轮胎，那在这个级别的小车里面呢，这个胎宽还确实是挺不错的。同时，它的这个轮毂的样式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，它充满了力量感，其实看起来确实非常酷。然后在轮眉的部分呢，也可以看到2个这个小的装饰，前后都有。同时，你也可以看到它前面是标配了这个直流快充，而且2个接口呢都是在前方翼子板的上面。来到整个车身的侧面啊，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紧凑，同时呢又可以看到相当犀利的一个造型，因为它的这些折线呢是非常锋利的，都是这种折线，有点像海鸥那种展翅翱翔去俯冲的这种感觉。然后在车的车窗的上沿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块黑色的装饰板，那因为我们是车身跟它是同色，你看不太出来。那如果是白色或者是绿色的车身呢，这一块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装饰在这里。那来到车尾的部分啊，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的好看，因为它的这个层次感非常的明显。可以看到它贯穿式尾灯呢是这种凸出来的造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内凹的设计，同时呢在下方又往外凸，这里显得非常的饱满。其实，在这种小车来讲呢，我觉得它的这种性能范的感觉呢，是真的做得相当的不错啊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方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扩散器的造型，当然有一点点小瑕疵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就是它这个车尾窗跟我的初代的海豚一样，它是没有这个后雨刮的设计的。那在下雨天呢，可能会要经常去清洁一下。当然，这个大的扰流板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，真的很酷。即便我们实拍的这一台车型呢是一个次低配的版本，但是你从它的设计、包括配色和用料以及配置来讲呢，丝毫看不出它的这种廉价，甚至还有点高级。那我们这台车呢，它的外形是极夜黑，内饰呢就是这种叫深海蓝的搭配了。那其实看起来呢，确实是非常的特别。你可以看到它的中控台分层是非常明显的，在中间这一层的部分呢，这个视觉效果还是这种手感呢，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个麂皮的材质，摸起来呢确实很亲肤，它有一点点柔软的。那这种深海蓝的配色，还有一点点橙色的点缀，相当的有心思啊。那同时你可以发现，哪一个同级别的车里面会有这个10.1英寸的旋转大屏？而且呢，它的这个包括多媒体的系统啊、语音系统啊，确实是全比亚迪都基本上是一样的，用起来呢非常的好用。那我自己个人那台海豚呢，我觉得我都不需要 CarPlay 功能了，平时一上车就直接用这个导航啊，还有语音以及这些音乐啊之类的功能就够了，它就像一个 iPad 一样。所以其实，在同级别来讲呢，我觉得有这种配置真的是非常的夸张。那另外在一些细节方面的部分呢，我觉得这台车它能给到的这种实用性也是非常合理的。就比如说储物空间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同样还有2个杯座，当然在中控台的这个部分呢，由于这个空间的原因呢，它直接是取消这个中央的扶手，那用上了这一个很大的镂空的这个区域。那我个人认为啊，它放东西的这个方便程度呢，可能比我的海豚还要更好一点点的。另外呢，就是它在后面也是做了一个掏空，所以呢，后方去放置一些物品的时候，或者是水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地方直接可以伸手就放进来了，非常的方便。
那所以其实啊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呢，我觉得讲的就是这种车，同时还能给你到这么好的质感，真的是非常难得。那在乘坐方面呢，我个人也是觉得，在一台比如说3.8米不到的这个小车里面，能做到这样的空间以及这样的舒适性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你看它的座椅啊，已经是这种一体化的，有点像运动座椅的感觉。那实际看起来呢，确实是非常不错。那么坐起来的话呢，除了这个脖子的部分，可能由于这个一体化座椅的原因呢，这个地方支撑的一般般之外呢，它的背部对于这个人身体的后背的支撑呢，我觉得是足够的。其实坐起来的感觉是非常好的。在人机工程学方面，我们这台低配的车型呢，它的方向盘只支持上下调节，但是在高配车型上，顶配车型呢，它是支持4项调节的。哎，让我这个海豚车主非常的羡慕。虽然这是一个 A0 级的小车啊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以我的身高1.83米，坐在这里呢，头部其实还有挺大的空间，同时腿部呢也还有4指的空间，确实是非常不错。但因为是这种小小的车子，所以呢，它也只提供了4个座位。那你这样子算下来呢，其实左右两侧的这个空间呢是相对比较的宽裕的。同时我还发现这台车它的后排角度呢是非常的舒服。然后这个头枕呢也可以调高低，其实坐长途也一点毛病都没有的。同时啊，它的储物空间呢也是非常丰富的。你可以看到前排座椅靠背的后面呢可以放手机，在侧面的位置呢又有门板的杯架呀、门板的这个小的储物槽，以及后排中央扶手后面的这些储物槽都是一一具备的，非常的实用。那在行李箱部分呢，这台车也是支持后排座椅的整体放倒，当然如果它是分体放倒会更好用一些。那在后备箱的部分呢，即便是在后排靠背不放倒的情况下呢，其实它的储物空间也是还挺好的，可以放下2个行李箱。其实对于这么小的一台 A0 级小车来说呢，日常代步是它的主业啊，所以其实开起来的灵活性和驾驶乐趣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像海鸥来讲呢，它几款车型的动力配置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。前永车无电机最大功率是55千瓦，最大扭矩呢是135牛米。它100公里加速可能相对比较慢啊，13点几秒，但是它的0到50公里加速非常快，4.9秒。所以其实这也很明显标出了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城市代步小车。那其实日常开起来呢确实是如此，但它的极速啊，我们也问了一下工程师，它大概是135公里左右。那对于国内的法规来讲呢，是完全够用的这个极速的。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，它在驾驶模式方面呢，也是跟海豚一样啊，提供了这个 Eco 模式、Normal 模式和这个 Sport 模式。在 Eco 模式下面呢，它的极速相对比较低，同时这个动力输出呢是比较舒缓一点的。那在这个 Sport 模式下面呢，日常代步是完全够用了，非常的爽快。至于操控灵活性来说呢，这台车它的转弯半径是只有4.95米，也就是5米不到的一个转弯半径，所以整个车身的灵活性是非常非常强的。刚刚我们在这个车道掉头的时候，真的是相当的灵活。除了灵活呢，这台车给我最大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舒适。它可以说是在这个级别里面，我觉得最舒适的存在也差不多，因为只要是时速不超过80公里吧，在70公里左右、70公里内呢，你都可以发现它这种底盘在不管是压过大的颠簸，还是像是减速带这些时候，以及它行驶在这些非铺装路面的时候、颠簸路面的时候，它这种缓冲其实是做得非常的充分的。这台车给我传来的质感呢，在中低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。当然你说在高速的时候，当然它也存在这些小型车都会有的，比如说不太稳啊，比如说车比较晃之类的这些动态，这些车依然是存在，因为这是物理现象，没有办法去克服。但是它真的是相比同样级别、同样尺寸的这些小车来说，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错的。当然在噪音方面呢，因为这台车一个级别的问题，所以其实它的这种胎噪是相对比较明显的，同时这个玲珑轮胎它的胎宽也是比较的宽，因此呢你在行驶的时候，比如说超过60-70公里的时候呢，它的胎噪就会相对的明显那么一点点。那至于其他方面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太多投诉了，因为你像这一台车是一个低配的车型，它都有这个定速巡航，而顶配车型你想想，有可能它顶配车型还不过10万块钱，
就已经给到你像 AEB 主动安全刹车以及这个像是 ACC 自适应巡航这些高级的功能，在高配车型上，这些小车上面都已经具备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强劲。那在续航方面啊，这台比亚迪的海鸥呢是提供大小电池2个版本，小电池版本呢续航是305公里，大电池版本呢是405公里。其实对于城市代步是完全够用的，因为这台车它不管是30还是40，它都标配了有这个直流快充功能，所以呢，其实日常去补能，在公共充电桩补能呢，也是非常的方便的。那另外呢，再报一下我们这一台车今天实拍下来的一个电耗情况啊，现在表显的电耗呢是9.7千瓦时。那对于今天像我们去试驾，有这种不同的路况去测试，以及静态去开着空调去拍摄的一个情况下，我觉得9.7千瓦时对于它来说还是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电耗。那日常我们去城市代步的时候呢，相信这个电耗水平还要更低。其实比亚迪呢，从12还有像海豚开始呢，它就一直在积累这种造电动小车的经验。可以说，1平台3.0的加持呢，就是让这些小车，不管是科技还是在配置上呢，都有了超越同级的存在。你就像是这一台海鸥，其实你不管是这种配置还是质感，以及像科技配置方面呢，确实做到了非常强的存在。然后今天我们的试驾来看呢，它的这种舒适性的感觉，驾控的这种灵活性和舒适性呢，确实又做到了同级别，我觉得也是数1数2存在，无出其右的感觉。然后这台车呢，也会在今年即将到来的上海车展上面正式的亮相，届时应该也会正式公布它的一个预售价。那我估计呢，应该是8到10万元的这个价格区间，不知道到时有没有惊喜。那近期有购买这种 A0级小代步车的这种同学们呢，可以去关注一下比亚迪海鸥这款车型，我觉得它肯定会成为今年的一个爆款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节电哦，拜拜。